华春莹发布了一组对比图，点出谁是冲突的制造者。美霸权令人厌恶，至少有近100个国家愿意力挺中国对抗霸权。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面对美国越来越肆无忌惮的行为，近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一组对比图，而这一组对比图呢，非常明显的揭露了给全世界带来和平的国家与在全世界制造冲突国家之间的区别。其实哪个国家在全世界制造冲突，大家早已就是心里有数啊，基本的就是美国了。这可不仅仅是说美国正在中国的周边制造强大的军事压力，给整个亚太地区带来紧张的氛围，而更是包括了拱火俄乌冲突，并且持续不断地向乌克兰输送武器装备，企图让俄乌冲突更长时间的延续下去，也让整个欧洲蒙上了战争的阴影。而更为直接的证据就是在沙特和伊朗努力恢复外交关系期间这个美国军方又出动了一艘可携带150多枚巡航导弹的核潜艇赶赴中东地区。很明显美国是在向沙特以及伊朗展示武力，企图破坏沙特与伊朗之间好不容易获得的理解与和平。中国有句成语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美国这种让其他国家不能过好日子的动作也激起了全世界的愤怒。近期大量的欧洲国家领导人正在访问中国或是请求访问中国，而就连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也亲自来到中国，特别是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结束后，立刻就会见了大量的欧洲领导人，并且明确表示要在欧洲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战略机制，言外之意就是想让整个欧洲摆脱美国的掌控。而不少欧洲国家的议员更是强调，欧洲想要打破美霸权是离不开中国的帮助的。虽然不否认在欧洲还有一些美国的铁杆粉丝，比如说英国、立陶宛等国家并不愿意与中国加深合作，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主要的欧洲国家都同意与中国合作来对抗美霸权。要知道欧洲总共有40多个国家，哪怕只有80%的支持率中国就能获得30多个欧洲国家的力挺。而与此同时，被美国视作后院的拉美也纷纷向中国释放了积极的信号，特别是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与中国正式建交，也吸引了大量美洲国家的注意力。而美国已经深感压力巨大，据说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派出了大量的密使去警告一些拉美盟友不要靠中国太近。但是拉美国家中还有不少非常敌视美国像巴西啦、古巴啦、委内瑞拉啦，这些都是被美国用各种手段打压过的被打压的原因也仅仅是他们不愿意听美国的话，不想让美国不断地掠夺他们的利益。所以这些国家也纷纷向中国抛出了合作信号，而巴西更是坚定地走上了反美道路。相信这些国家的带动下只要能够觉醒独立自主的意识，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反霸权的阵营当中。那么整个拉美差不多有30多个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获得1半的支持，那就代表有至少15个国家愿意与中国站在一起来反抗霸权。而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就更不用说了，这两个地区大量国家长期受到美国的压榨，早就觉醒了反抗的意识。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一直把东盟这个贸易合作组织当成敌人，并且用尽一切手段来遏制东盟国家的发展。那么这样看来，至少有近100个国家愿意力挺中国来对抗霸权势力，这更加说明了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各国都已经有了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认知，反霸权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